怎么办？你孩子的公立学校分数不高，你附近最好的学区房子好贵，根本负担不起。我在上个影片有解释 GreatSchools.org 所给予的学校分数涵盖的不只是华人在意的部分，除了升学率，它还涵盖其他很多的成分。这支影片我们要进入到 GreatSchool.org 去看它其他的细节，因为要这些细节，你才能够完整的评估你孩子的学校是否 OK，有什么你该注意，小孩子可能会面临的挑战。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，我是 Lisa。家长都会好奇，孩子在美国学校的学习环境如何？是个好的升学环境吗？亚裔学生在这里会容易融入吗？你问孩子，他一问三不知。这不能怪他，毕竟孩子还小。你可以参与 PTA，去 PTA meeting 就有机会认识老师与其他家长，从其互动中推测学校的氛围。你也可以去学校的网站找资料，看他们有哪些 programs 或活动，从中获取校方企图打造的环境。今天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网络资源，它收集每一个州的教育部资料，将其整合。这个网站就是 GreatSchools.org。这个网站将资料整合成几个主轴，将各个主轴评分，再把主轴的 subratings 整合到一个 summary score。在上个影片有介绍这个 summary score 是怎么来的，还没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我们今天就详细进入到这个网站去看，我觉得两个值得关注的资料，就是 college readiness 与学生家庭背景 demographics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从中了解 college readiness 与学生家庭背景。这是个在德州的高中，它的总分数6是在平均范围，是个可高可低的分数。今天我们是直接进入 GreatSchools.org 寻找我们的学校，总分数是由几个主轴评分的总和，而其中一个主轴就是 College Readiness。这个例子虽然总分数是6，在平均范围内，但注意看它的 College Readiness 才3而已，是低于平均的水准。这是为什么你不能光看总分，总分虽然在平均范围，但华人在意的部分却很低。左侧有 academics 的细节，我们去看看为什么 college readiness 会这么低。这个学校的毕业率很高，这不错。SAT 的参与率也高，但平均分数并不高，参与 ACT 的人数就少了。我猜这个学校可能常规性的让学生考 SAT， 所以 SAT 的参与率会比 ACT 高那么多。AP、Dual Program、IB 都是属于大学先修课程，有参与这些课程的学生算很少。这里看到大约一半的学生继续接受教育，就是有升学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高中有一半的学生选择不升学。那些后来有进入到大学的学生中，学业上需要额外的协助率少于州内的平均值，这表示有进大学的学生程度还不错。下一个部分是 test scores 测验结果。test scores 支持学生程度还不错的看法，除了 algebra 代数，其他课程的表现都在德州学生的平均之上。总结这些资料，可以判断这个高中的 college readiness 分数不好，是因为很多学生不继续升学。学校的环境不是个大家都期待升大学的氛围，但对想升学的孩子，其实学校有提供大学先修课，学生的程度其实也在平均之上，其实是个还可以的地方。如果你有选择，你可能不会选这个学校让你的高中生就读，但如果你没得选，你其实可以放心，学校有让孩子学习准备上大学的机会。因为孩子的周遭环境会有许多不打算上大学的朋友，
你可能要花点心思鼓励他升学。所以从网站细节中，你可以洞察到一些可以透过推理判断学校的环境，值得你去看。另外，我觉得值得看的资料就是 Student Demographics， 学生家庭背景人口分配率。这里除了学生种族的人口比例，也有来自贫困家庭与有身心障碍的比例。就我个人来说，当我们要搬去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，都会先了解那个新的地方的 demographics， 因为知道的话，心里有个底，可以帮助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减少实际情况产生的冲击。小朋友花很多时间在学校，所以你也应该从学校的 demographics 来认识你的孩子会面对的环境。从种族的人口比例，你可以洞察到孩子在学校会不会遇到外表长得跟他一样的同学，他会不会觉得格格不入？其他的同学是来自单一的种族背景，还是来自多元的种族背景？像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拉丁裔，这城市的地理位置接近墨西哥，显然这个学区住了许多拉丁裔的学生。当学校有较多种族背景的学生，我们亚裔的孩子会是个多种族背景中的其中一员，比较不会突出。如果同学都来自单一个种族背景的话，孩子可能会有较多的压力想要融入其中。你可能要多关注他 self-identity 的发展。当孩子抗拒华人文化时，可以观察他是否遭受压力，需要融入白人文化，像他是否有被歧视的经验，或是有一些被排挤，但其实就是一些常常被淡化的歧视。因为这类的事情可能影响他对自我文化认同的发展，甚至让他感到自卑。贫困家庭与身心障碍也是多元文化的表现。无论你家的经济情况是如何，让孩子去认识来自其他经济背景的同学，可以让他以不同的视野去观看我们的世界，我觉得是好事。身心障碍在美国不只指肢体、感官或自闭症，还包括学习障碍、过动、焦虑等等。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，欢迎你联络我。帮孩子争取资源有点 tricky， 不过以我儿童神经心理的专业，我可以指引你如何去跟学校与医疗机构争取资源。即使你的孩子没有特殊教育的需求，你也该看看学区有多少諮商资源，因为除了应付学生的情绪需求，高中諮商师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协助升学。像学生该几时开始准备升学考试，几时开始申请大学，如何申请 financial aid 等等资料，都是由 school or college counselors 提供的。所以你的高中生想升学的话，就要注意高中有多少 college counselors， 越多学校就越可能提供完整的升学协助。最理想的是 college counselor 能够认识你的孩子，到能够帮他写推荐信的程度。小学就不会有諮商师在学校哦，因为美国小学都比较小，通常好几所小学的学生升学到一所中学，又从几所中学升学到一所高中。那諮商师这个资源是由学区拥有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小学生有諮商师的需要，可以跟学校询问要如何从学区中取得此资源，得到协助。通常需要的时候，諮商师会到需要他的学校去。总结今天的分享， Great Schools 网站里面有详细的资料，有助于了解一个学校的环境、氛围与资源。对想多了解学区的家长而言，是个可以快速达到很多资讯的资源。你有需要时可以多加利用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你留言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给个赞，谢谢哦。